纯爱如烟，恐怖如丝。全文一更到底，精彩故事马上开始。女友是金圈小公主，她装穷和我交往，天天扑啊穷苦的，我给她买奢侈品。偶然我听到她和朋友讨论我，如烟，这游戏有点玩过了。那傻小子祖传的玉佩都卖了，给你买包包，估计是真爱上你了。要是他知道这只是一场游戏怎么办？小公主云淡风轻道：有什么过不过的？大不了就给他一笔钱，一个穷鬼好打发的很。我端着盘子，激动的差点蹦起来。他不知道我是故意接近他的。众所周知，路边的女人捡不得，轻则错付，重则家破人亡。但我不信，毕竟捡到的瓶子都能换个2分钱，那我捡到的金圈小公主换个180万就更没问题了。我在一个雨夜捡到了晕倒路边的柳如烟，她全身上下湿哒哒的，衣服是做旧的，头发是被造型师特意弄得凌乱，整个人貌似狼狈，脸色却不见一丝苍白。在蒙蒙细雨里，她那张清冷金贵的脸破碎氛围感拉满，好看是好看，但是小公主破绽真的太多了。可我假意不知，把她从路边扶起，粗鲁地把她晃醒，询问道：美女，你还好吗？要不我帮你叫个救护车？柳如烟当然不愿意去，她假装失忆赖上了我，跟我回了被她称为破屋的出租房。至于为什么捡到失忆女人不报警，笑话，报警了我还怎么演她拿分手费？柳如烟这个人很狗，白天趁我上班时，要不和她那些富婆朋友吃喝玩乐，要不去公司处理事务。可每当我夜晚兼职回来时，她又定定地在饭桌上等我做饭，哪怕我一开始做成猪食，她也面色痛苦地吃了下去。她吃我的，住我的，在一起同居的日子，花的都是我的钱，以至于我时常深夜对着我的银行卡余额痛哭流涕。偏偏柳如烟这人是个变态，第一次她看到我哭时，嘴角竟然微微勾起，眼神盛满笑意。她拍了拍我的肩，嗓音是装出来的温柔：博达，发生什么事了吗？哭得那么伤心。我知道柳如烟报复心极强，尤其是我把她捡回来这些天，让她吃不好睡不好，可迫于她和朋友的赌约，她又不得不顺从我，假意与我相处，所以她讨厌我。看到我哭，她可高兴了。我擦了擦眼泪，藏起掌心的银行卡，从裤兜掏出一块路边摊买的石头玉佩，脑子不带转弯就编出一个悲苦的身世。在我6岁那年，父母就去世了，这块玉是我父母去世前留给我的。每当看到这块玉石，我总是忍不住想起他们。我耿耿夜夜编了幼年父母双亡，在孤儿院孤单寂寞长大的身世说给他听，擦眼泪的间隙还抽空看了下他的神色，他眼神难得带点愧疚，可又在我把他抱紧怀里，把眼泪蹭在他身上时，他眼里的愧疚立马消失，转瞬被满满的嫌弃所取代。但谁在乎？要不是为了钱，我能受他的气？柳如烟窝在我出租房里的第3个月时，他向我表白了。表白那天，他用我给他的钱买了一款精致的手表送给我，并深情款款对我道：博达，我喜欢你，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我拿着手表的手用力极了，眼睛刹那间就蓄满了泪水，声音格外哽咽，我哭得真情实意道：我愿意。柳如烟得意地笑了笑，脸上是赌赢了的志得意满。他示意伸出手，难得温情地低头帮我戴上手表，所以他看不到我恨不得立马把他刀了的眼神。天杀的王八蛋，花哥的钱买表，然后再送给哥，这狗东西最好祈祷分手费给的足足的，不然我哪天非得把他给刀了。手表盒子和发票我得好好找找，改天想办法给退了。自从柳如烟跟我表白成功后，一天天跟我要礼物，还扑我，以此证明我爱上了他。博达，虽然我们没啥钱，但是你愿意把钱花在我身上，我觉得好感动。这件披肩没有配它原品牌的裙子，但是也很好看。我知道你不是故意不买给我的，博达，虽然你到处兼职赚的不多，但是有你在我身边，我就觉得格外的幸福。虽然我很喜欢那双鞋子，但要不要都无所谓了。博达，那个包包可真好看，虽然你能力不足买不起，我这辈子可能都背不了，但没关系，我还是爱你的。因为他的破恶话术，我不得不多打几份工给他买这些奢侈品，就为了他跟我挑明和我在一起是一个游戏时，我能多得到点分手费。毕竟他正常交往的男生分手时都给了180万，可他说的那个包包太贵了，我买不起，也不想买，50万呢。万一他抠分手费只给100万，那我就赚那一点吗？可我万万没想到柳如烟能狗到那种程度。在他说起想要那个包包时，他看出了我眼神的不情愿。于是在某天我下班回家时，我在路上偶遇了一个眼熟的人，我见过他一面，他是柳如烟的富婆好友张盼盼，但他不知道我见过他。张盼盼匆匆拦住我，用蹩脚的话术哄骗我：季先生你好，我意外得知你手头有一块祖传的玉，这块玉与我有缘，如果你愿意割爱，我愿出50万购买这块玉。他出的价不多不少，正好是50万。那个包包的商场售价，我顿时心里就气笑了。柳如烟这人真好意思，我向他哭诉过手上的玉是父母遗物，还在他面前哭了不止一场。在不知道这些是假的前提下，他却做局让朋友买了这块玉，然后让我拿买玉的钱给他买包包，仅仅只为了一场试探，穷小子会不会因为公主家皮而爱上公主的赌约。我以前就知道柳如烟人烂，但还不知道她这么烂。我收敛起心底思绪，面上却带着犹豫不决神色。张盼盼见我久久不回应，不得不出口追问道：季先生意下如何？我脸上时而浮现不舍，时而面带纠结，最后在张盼盼不耐烦的眼神下，我艰难地开口拒绝了：对不起张小姐，虽然我现在很需要这50万，但是这块玉是我父母的遗物，是我不能割爱。说完我匆匆就走了，给他留下一种我生怕自己后悔，不得不快速离开的错觉。我拒绝张盼盼买玉请求的原因很简单，毕竟我越舍不得这块玉，最后把玉卖了给柳如烟买包包的心意就会越弥足珍贵。
果不其然，夜里我半梦半醒间，我听到柳如烟在阳台打电话，我猛然惊醒，蹑手蹑脚跟过去偷听。柳如烟说话语气有些不耐烦，她一天打好几份工，就为了给我买奢侈品，自己穷得要死，还惦记给我最好。她已经爱我，爱得无法自拔了。然后对面不知又说了什么，柳如烟语气不由得有点拔高。那块玉是她父母去世前留给她的，她不舍得很正常。紧接着她又得意洋洋道：“她爱死我了，最后肯定会把那玉卖了，给我买那个破包。你们等着就好。”我听到这我就没有再听下去，而是默默转身回房。第二天一大早，我早起给柳如烟做早餐。我的厨艺从一开始的不堪入口，到现在只要上桌就被柳如烟一扫而光。柳如烟不止一次暗地和朋友感慨过，那男人爱死我了。你们都不知道他为了我暗地里在厨艺下了多少功夫。他这人虽然穷还土，但是看在做饭好吃的份上，等这场游戏结束，我不介意多给他点钱。他说这话时听得我想笑，有这种错觉，不愧我精心为他营造出为爱苦练厨艺的形象。所以你最好分手费给多点。但柳如烟今天吃早餐格外不专心，往日她都是狼吞虎咽，生怕有人抢似的。她说我做的饭有家的味道，可今天家的味道是抵不过柳如烟的恶趣味。她一边手里拿着勺子搅动碗里的海鲜粥，一边用另外一只手刷着手机。她垂着眸子看手机的眼神格外专注，漂亮的脸庞在清晨的阳光下显得格外熠熠发光。她这样装模作样，我想忽视她都不行。我清了清嗓子，温柔开口道：“如烟，你在看什么？”说着我便要凑近她的手机。柳如烟在确保我看到手机上包包图片后，慌乱地把手机熄屏。她抬头看我，语气有点着急：“博达，我其实也不是很想要这个包包，我就看看而已。”我沉默地看着她，不言不语。柳如烟继续道：“我知道你赚不到50万，没关系，就算这样我也会爱你的。”硬了，是拳头。我还是忍住磨牙声音，温柔地说：“是我赚的不够多，但是你放心，我会多加努力。”随后柳如烟清冷金贵的脸在我看不到的地方笑得格外欢心。我悠哉悠哉去了公司，直到下班午休时，我才拨通了上次张盼盼留下的手机号，用怯弱的语气道：“张小姐你好，我是季博达，就上次你说的以50万价格购买我身上那块玉坠的事，请问还作数吗？”得到意料之内的肯定回复后，我扯起嘴角笑了笑，反手在 A 货店下单了柳如烟看中的那个包包，加价要求在下班之前收到50万，10块3个，你配吗？随后我又请假去见了张盼盼，并再三和她说明这块玉是父母遗物，我并不太清楚价值，如果日后她后悔也与我无关。张盼盼听到我话后，嘲讽地笑了笑：“季先生，我不是那么无聊的人，50万这个钱对我来说也就一条领带，亦或者是一份不错的晚餐。该死的有钱人，我和你们拼了！”面上我却事实难堪地低下头，手指情不自禁地搅动一起。许久后，张盼盼又开口道：“算了，这样吧，我把转账备注成自愿赠与怎么样？”那可太好了！我情不自禁抬头看向他，双手握住他放在桌子上的手，眼睛亮得惊人。张小姐，这样方便吗？张盼盼轻咳一声，挣开握住他的手。他不自在地转头过去，拿起手机给我转了账，整整50万。当我看到到款信息时，我乐开了眼。季先生，拿到这50万后就这么开心吗？交易完成，我起身准备离开时，张盼盼开口问了一句：“我时刻谨记自己人设，这样我就可以给我女朋友买她喜欢的腕表了才怪。”说完就出门，把欲言又止的张盼盼甩到身后。晚上，我拿着 A 货店造出的包包递给了柳如烟，她愣了一下，随后美丽的脸上盛满了笑意。她上前拥住了我，踮脚吻了下我的嘴唇，活脱脱一副收到爱人礼物的欢喜模样。不得不说，她这时候的演技比以往都好，把我看得一愣一愣的。我装模作样和她温情互诉一番，也难得亲热了一次。今夜她格外主动，让人招架不住。等云歇雨散时，我在床上装睡时，她起身去阳台打电话，隔着一道玻璃门，隐约能听到她的声音。她把那个包包送我了。既然这场游戏我赢了，那就结束吧。听到这，我安逸地闭上眼睛，这场游戏也是时候结束了。第二天下班后，我前往一家高档酒吧兼职，按计划结束与柳如烟的这场闹剧。我知道她今天和一群富婆朋友在那里喝酒，我今晚要做的事就是在她和那群非富即贵的富婆朋友高谈阔论时端酒进去，随后揭穿她这段时间的伪装，从而主动结束这段关系，拿到巨额分手费。夜里，吧内走廊灯光暧昧，我端着摆放着沉甸甸酒瓶的托盘，穿着统一白衬衫工作服，敲响了柳如烟所在包厢的门。门推开时，一群人在吵吵闹闹的喝酒聊天，其中张盼盼的声音格外的大：“如烟，这游戏有点玩过了，那傻小子祖传的玉佩都卖了，给你买包包，估计是真爱上你了。要是他知道这只是一场游戏怎么办？”顿时周围一阵起哄声响起，旁边的富婆们嘲笑我的话一句接一句。能怎么办？遇到咱如烟算他倒霉呗，谁说不是呢？看他长那清汤寡水样，真论起来外貌，咱如烟还亏了呢。我暗地里撇了撇嘴，心里暗自吐槽，要不是柳如烟长着一副不赖的脸，不然甭管这分手费多高，我都不愿意入局。由着他们吵闹了一阵后，坐在暗处的柳如烟才云淡风轻道：“有什么过不过的？大不了就给他一笔钱，一个穷鬼好打发的很。”我端着盘子，内心激动得快蹦起来，可面上我却是双手一松，任由托盘落在地上，惹得众人看向我后，我愣愣走向柳如烟，神色恍惚，带着哭腔质问道：“如烟，你怎么会在这呀？你们说的游戏又是什么？你说的穷鬼是
是指我吗？场面一时之间有些冷凝，柳如烟抬眼看我，眼神幻灭不定，久久不肯出声。一旁的张盼盼貌似有些不忍，上前要把我从一堆玻璃碎片中拽出，我固执地甩开他的手，低着头，努力睁大眼睛，不让泪水滑落，哽咽道：如烟，你说话。柳如烟站起身来，下巴绷紧，面容冷峻，丝毫不见在家时与我的温情。她语气凉薄，说什么？我下意识咬住下唇，泪水终于绷不住从我眼尾滑落。你只要说这一切都是假的，说你爱我，我都愿意相信你。一旁那群富婆发出嗤笑。如烟，你该不会是舍不得吧？柳如烟脸色更为不好，不一会她像是想起什么好玩事一样，勾起嘴角又笑了笑，随后冷峻神色眨眼变得温情。她一步一步踏过破碎的玻璃，走到我面前，伸手温柔地替我拭泪。可她说出口的话却残忍无比。博达，我知道你都听到了，没错，这就是个游戏，一场狩猎穷小子让他变成舔狗的游戏。恭喜你让我赢了这场胜利。说到最后，他还暧昧地伸出拇指开了开我的唇。谢谢你啊，博达，这段日子虽然过得很苦，但是你很甜。作为一个合格的倔强穷小子，此时我应该愤怒地扬起巴掌，挥向柳如烟这个女人。我照此做了。柳如烟也轻而易举挡下。哦豁！一旁看戏的富婆怪声怪气。柳如烟冷眼瞪了他们，随后转向我冷笑出声：季博达，别给脸不要脸，要不是这场游戏，就你这样冒白送我都不要。你出身低微，能和我在一起，是你这辈子最荣光的时候，感谢我吧，我也不亏待你。谢谢你陪我这段日子，这500万是你的辛苦费，往后别纠缠我。说罢便把银行卡塞入我的手心。我眼睛泛红，不死心带着哭腔质问：可我是真心喜欢你，我愿意给你我所有的一切，到头来你跟我说这是一场游戏。我哭得涕泗横流。最后柳如烟似乎不忍地闭了闭眼，拿出手机点了几下。我又给你转了500万，回去后把那破屋退了，找个地道好点的房子住，也别兼职了，好好走你的服装设计之路吧，别浪费了自己的天赋，你配不上我，我们之间到此为止吧。他挥了挥手，按了服务铃，不一会店里经理便过来把我请走了。出了包厢后，当时在场安静看戏的富婆们都活跃起来了。啧啧，这小子还挺痴情的，如烟大不了你就收了吧，嘿嘿，别说了，这小子虽然脸蛋看着很清汤寡水，但是这身材高大威猛，还有腹肌，绝了。对啊，看着我都有点动心，要不我……张盼盼冷眼看着包厢的众人，越说越下流，不禁摔了桌上一酒瓶。一群小姑娘怎么那么碎嘴呢？柳如烟也不知怎么回事，脸色阴沉的紧，狠狠瞪着污言碎语的那几人。我不知道他们矛盾，只是后来听说当晚有一群富婆在包厢打起架来，但我不关心，因为我拿到了1000万分手费，我的嫩模我来了。把银行卡里的钱转到我的卡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酒吧点了嫩模。无奈和柳如烟处后，我的眼光变得挑剔了。这个女的漂亮倒是漂亮，就是多了一丝做作，看不上。这个女的熊不行，看着就没柳如烟的好摸。pass。 这个操着富家公主人设，但是眼神怯怯的更不行。嗨，我无奈叹气。柳如烟这人虽然狗还渣，但是不得不说她皮相一流。想一想和她做戏一场，我也是有损失的，起码看女人的眼光变高了。真当我挥挥手打算继续换一批嫩模时，我意想不到看到了一个人，他也看到了我。张盼盼从不远处大步向我走来，她拨开我身旁一群环肥燕瘦的嫩模，看我的神色很是痛心疾首。季伯达，虽然如烟甩了你，你也不必如此自甘堕落吧？啊！我被他这副自来熟模样惊讶到，来不及多说，张盼盼一把拽住我起身要离开。那群嫩模以为张盼盼是同行，面对他抢大款行径很是不耻，他们团团围住张盼盼，七嘴八舌道：姐妹懂不懂规矩啊？哪有一上来就抢人的？就是，哥哥别跟他走，继续和我们玩吧。是啊，别以为你长得漂亮，哥哥就喜欢你。说罢这嫩模还向我抛了个媚眼，我看着被嫩模当成同床的张盼盼，忍不住扑哧一笑。张盼盼一张俏脸红了又黑，黑了又红，我看他变色龙般脸色，甩掉他拽住的手，反手揽住他的腰，语气暧昧调笑道：谁让柳如烟甩了我，伤心难耐下可不得找乐子吗？张盼盼虽然是柳如烟的狐朋狗友，却意外的纯情，一张俏脸瞬间就变得通红。他结结巴巴道：啊，那你也不能自甘堕落和他们这些人啊，那我应该跟谁？你们如烟可把我眼光拔高了，我现在可不是谁都能看上。不过我看你不错，样貌身材不比柳如烟差。张盼盼五官精致，长着一张萝莉脸，再加上修长身形和劲瘦的腰，实话说她还真不比柳如烟差。张盼盼一把打掉我不知何时抚摸上她脸上的手，恼羞成怒：你别想，我是不会和你在一起的，我从不碰闺蜜的男人。随后又指了指那群嫩模，但是你也不能跟他们。说罢，他便拉着我在众嫩模不忿的叫嚷中离开。他把我强制送回了出租屋，我坐在沙发上不忿地看着他：你到底想干嘛？张盼盼定定地看着我，把你重要的东西收拾好。张盼盼又抛给我一个盒子，我打开一看，是之前卖给他的50万那块玉佩。我诧异看向他，张盼盼也坐到沙发面上，神色复杂看着我。之前游戏的事对不住了，我知道这场游戏的时候已经开始很久了，但我制止不了，我不喜欢欺负人。我在汇锦有套房子，你住过去吧，我明天把房子转给你，当做是我的补偿。我被这突如其来的馅饼砸得懵逼。张盼盼扯了扯嘴角，继续道：不过我有条件，你不能再去酒吧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别自甘堕落。我舔了舔唇，无视他的警告，最后确认一下馅饼真假，汇锦房价市内最高，你真愿意把他送我？
可以，前提是你不要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我愿意。说罢，我不管不顾地蹦起来跳了几下，俯身把他抱住，无视他透红的耳朵亲了他一口。天降馅饼，爱死了。我搬进了汇景那套200平的海景房，张盼盼也把那套房子转给了我。我不知道他发什么疯，但是我高兴极了。想不到当初碰瓷柳如烟和那群富婆交谈的赌约让我暴富了。我宣布，我就是今年的气运之子，才有了色还无。于是我打算去点点嫩模缓解一下。别问我为什么不谈真感情，自从和柳如烟做戏以后，我深感女人还是花钱的好。我彻底把张盼盼的警告甩到身后，又踏上了找嫩模之路。万万没想到，张盼盼这狗东西监视我。我刚点上嫩模，正准备拉着小手摇摇头子时，张盼盼一身红色长裙来到我面前。她一进来就气急败坏，拉着我出去，把我塞入车中。张盼盼脸色紧绷，我跟你说过什么？我还在气她把我拉走，白瞎我刚付的嫩模钱。扭头拒绝她的问题，张盼盼强制把我头转向她，一脸认真。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有什么好的？什么不三不四？那是我花钱买的美色。我恼了，那我怎么办？我受了情伤，我可不得转移目标疗愈吗？你不让我和他们，难道和你吗？张盼盼顿时哑口无言。车内一阵沉默。正当我开始反思我对送我房子的金主态度不好时，砰一声，车窗碎了。我转头看去，柳如烟目眦欲裂，看着我和张盼盼。此时我和张盼盼坐得很近，她的双手还维持着捧着我脸的动作。柳如烟愤怒站在车外，破口大骂：张盼盼，我把你当闺蜜，你却抢我男人，我什么时候和张盼盼在一起了？以及这女人不是和我分手了吗？柳如烟和张盼盼他俩就这样莫名其妙打了起来，看得我一愣一愣的，但我不在意，转身打车就走了。别问我为什么不留在现场看戏，实在是我不想再面对柳如烟那狗东西，我讨厌她。自始至终，我和柳如烟说的身世不全是假话，起码父母双亡，出身福利院是真的。而且我很早就认识她了，在15那年，他们学校组织去福利院做爱心活动，15岁的柳如烟来了。青春期的我对一脸金贵冷淡的柳如烟一见钟情，那会我着实不知天高地厚，年少时觉得喜欢就是要一往无前。所以在柳如烟第5次前来福利院时，我向她表白了，我没有奢求要和她在一起，但是我想着他们学校活动快停了，她往后不会再来着，喜欢就要说出口，这样我才不会遗憾。理所当然，我被拒绝了，在我意料之中。可我没想到柳如烟会如此不留情面，她居高临下望着我，眼里的不屑刺痛了我。现在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向我表白了吗？你配吗？你就说喜欢我。你穷苦的出身造就你肮脏向上攀附的念头，听着我不喜欢你，像你这种人都不配我看你一眼。我的心事被他践踏一地。我想向他解释，我只是单纯的爱慕他，可我的出身造就我的解释无比的苍白。他冷笑不屑的眼神也让我怯步。再然后，我再见他时，就是我在兼职打工的一场酒会，醉意醺醺的富婆们要选一个穷小子作为测试落魄公主魅力的人选。他们约定下一个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服务生就是那个穷小子。当时柳如烟隐藏在暗处，靠着墙，摇晃着酒杯，漫不经心说了一句随便。隔着一道墙，我深吸了一口气，然后一步又一步走进了他们的局。我从年少时心里便堵着一口气，他曾说像我这样的人不配他看一眼，如今在游戏里看他费尽心思勾引我，那么在局内我是不是略胜了一筹？况且此事结束还能拿到巨额分手费，我总是不亏。也趁着这场戏，我和柳如烟谈起了恋爱。在朝夕相处的半年里，柳如烟有无数次喊停的机会，但是她没有。我年少的心也一日冷过一日，直至把年少执念消耗完毕，我被手机铃声吵醒，来电是一个陌生号码。我颇为生气地接起了电话。喂。自拿到1000万后，我便辞了原本工作和各种兼职，过上了睡到自然醒的日子。今早这电话着实让我恼火，打错了吗？电话那头的不声不响让我更为气愤。我二话不说就要挂断时，那边传来一个好听让我这半年熟悉无比的声音：博达，我想吃你煮的面条。我白着眼直接挂断了。显而易见，电话那头是柳如烟。自从和张盼盼在酒吧碰见她后，她便3番2次打电话过来骚扰我，说些似是而非的话。张盼盼说她后悔了，但我觉得她没有，因为她从未说过喜欢我。和我打电话求和时，也只是翻来覆去说一些我为她付出的事。我想她大概是挫败吧，挫败一个被她柳如烟甩掉的男人居然如此潇洒，挫败我没有继续痛哭流涕以泪度日，而是越过越好，甚至和她的闺蜜搅和在一起。她觉得我食之有味，弃之可惜。按她某次打电话说的，博达，我真的没想和你分开。是的，她没想和我分开，她只是想把我当成小白脸养起来，哪怕后面与门当户对的少爷联姻也绝不放过我。毕竟在她眼里，我对她是真爱。笑死人了。我赖在床上许久，直到张盼盼过来，她像是要坐实和我不清不楚关系的传闻，3天2头来我这。她轻敲我房间门，在我下床开门后立马耳根透红，说话结结巴巴：你为什么不穿衣服？我低头看了看身上的小短裤，白了她一眼：我这不是穿得好好的吗？张盼盼背过身去，羞恼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我再次低头打量自己，没穿上衣，但是有谁在家不光膀子的？我懒得理她，径直向餐桌走去。桌上有她带来的早餐。你还没刷牙呢，差点忘记。我拐个弯去了洗漱室，张盼盼跟了进来，她狗腿似的替我挤了牙膏。我沉默刷牙漱口，完毕后接过她递过来的毛巾擦了擦脸，转头正眼看她，说吧，又有什么事？张盼盼视线正直的保持落在我的脖子以上，俏脸一皱，略有些伤心的说：
什么叫又有什么事？说正事。张盼盼这才一脸喜色说道：你设计的秋季新款销量已经力压一众大牌得了第一。我淡淡嗯了一声，去餐厅吃早餐。辞职后，我成了张盼盼所创立公司的服装设计师。原来他说给我补偿的目的是为了拐我去他的公司上班。在赌约期间，他从柳如烟那里知道我参加了全球服装设计大赛的作品，他对我的作品很是青睐。他一方面看不上他们戏弄我，一方面看中我的才华。原本那群富婆提议要出钱买我手中那块玉佩来验证我对柳如烟的真心时，张盼盼听说后直接懒了下来。他想要提醒我小心柳如烟，可当时我演技太好了，他误以为我是个恋爱脑，所以怕我不信他的话，便打算让我亲眼看到柳如烟的真面貌。于是他暗地发信息引我过去柳如烟他们自爆的包厢，而后更是时刻关注我，生怕我就此堕落。当得知他的目的后，我便在他所赠的房子住得心安理得。而他给的钱多，我也成了他公司的设计师，毕竟钱多自由，我有什么理由不答应呢？张盼盼看着我吃完早餐，突然开口道：在家憋着不难受吗？去旅游吧，出去找找灵感。我啊，张盼盼想什么是什么，眨眼帮我订了机票，随后进房间跟老妈子似的给我收拾了行李，带着我直接去了机场。3小时后，我们出现在蓝天白云海滩下，我穿着露出腹肌的短裤在沙滩踩水，张盼盼则穿着曲线毕露的泳衣站在我旁边当门神。当看到第 N 个向我走来的美女被他拦住后，我看着跟根柱子似的，他哪都不顺眼。喂，张盼盼，你走远点好吗？你挡到我艳遇了。张盼盼一脸不忿，骂骂咧咧道：我说你眼光能不能好点，这种歪瓜裂枣算什么艳遇？我趁他不备凑到他面前，直直盯着他眼睛说：那什么算？你这种吗？张盼盼顿时眼神发飘，俊俏的脸染上绯红。他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一眼，起码也得是我这种标准。我低下头笑了笑，随后一字一句把他原本的话奉还回去：你别想，我是不会和你在一起的，我从不碰闺蜜的男人。他脸上血色一寸一寸退下，而我转头去了另外一侧继续踩水。这些日子我当然知道张盼盼对我的心思，他这人和他的脸一样单纯的很，他喜欢我显而易见。虽然我不知道我有什么值得他喜欢的，但我毕竟不是他们圈子里的人，我并不想回应他的任何喜欢。阶级是一道无可跨越的鸿沟，有过一次羞辱就够了，我不想再是第二次。当晚我夜宿酒店快睡时，张盼盼敲门了，我一打开，他便醉意醺醺走了进来，一把投入我怀里，跟小狗似的哭哭啼啼。我后悔了，季伯达，我喜欢你。我一把将他推开，暴毙冷静道：可是我不喜欢你。他委屈巴巴看着我，不依不饶道：我可以等你。我叹了一口气，有些不解，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如果你是喜欢我不恋慕钱财，对落魄柳如烟的真心，那你就错了。我是知道他们赌约，也知道柳如烟是故意接近我的，我不拒绝是因为钱。我本以为说到此张盼盼会失望，但他没有。张盼盼拽住我的手，抱得很紧很紧，我又不介意，我就是喜欢你，可能是你的洒脱，也可能是画图的认真，总之我动心了。他像条小狗似的在我颈窝挨挨蹭蹭。说实话，张盼盼长得很好看，比我之前点的嫩模好看多了。我也有过刹那的心动，要不就不计后果玩玩吧。可他太认真了，认真到我怕自己陷进去。而后他又抽身离开，所以我不敢。我正要一把推开他时，屋门被敲响了，我借此打发张盼盼去开门。我转身回房睡觉，门口吵架声突兀响起。张盼盼，我果然没猜错，你就是在觊觎我的男人。什么你的男人？你们已经分手了？不对，那不是分手，那是你一场不堪的游戏。和张盼盼吵架的是柳如烟。等我回到门口时，柳如烟和张盼盼已经打起来了。之前他们在酒吧门口打起来时，我转身打车离开了，所以没有看到他们打架的现状。如今总算见到了。柳如烟揪着张盼盼的领子，一巴掌打上她的脸颊，而张盼盼也不隐忍，直接扯住柳如烟的头发。这个架势让我心惊，我连忙大喊让他们停下，可他们丝毫不理我，甚至张盼盼还抽空回头让我靠边点。我气笑了，最后也懒得喊人，拖着一张椅子坐在旁边看他们打架。半个小时后，他们总算累了，各自瘫倒在地，气喘吁吁。我端着一杯温水走到张盼盼身旁，递给她。张盼盼乖顺地喝了，还仰起头冲柳如烟挑衅一笑。柳如烟见状眼睛通红。伯达，我扯了扯嘴角，冷声道：打住，我们已毫无干系，你别这么叫我。柳如烟不管不顾，委屈巴巴道：伯达，我错了，我是真的爱上你的了，我是真的想和你在一起的。那天酒吧不过是我进不得机，我不是故意伤害你的。看吧，柳如烟这人总是如此恶心，伤害便是伤害，从来不分什么故不故意。我叹了一口气，为了此后安静，我决定同他说实话。我知道你的失忆是场游戏，我从头到尾都知道。你所谓留恋的那些喜欢，是我假装出来的，所以别来找我了。我骗了你，可以帮你在朋友面前赢得了脸面，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好相欠的。柳如烟被我的话震在原地，她语气莫名带些哽咽。你说什么？你从来没有喜欢过我？我点了点头，而后又摇头。我从前是喜欢过。听到这，柳如烟眼睛突然一亮，她不顾疼痛，猛地站起身来，大步来到我身前，抓住我的手激动道：伯达，我就知道你是喜欢我的，我知道那场荒唐的游戏让你伤心了。我甩开他的手继续道：从前是15岁那年，平安福利院樱花树下。柳如烟的表情有些迷糊。伯达，你在说些什么？看吧，我曾刻骨铭心的心结。而他眨眼就忘。我低声一字一句说出当时他拒绝我的话。现在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向我表白了吗？你配吗？你就说喜欢我，
你穷苦的出身造就你肮脏向上攀附的念头，听着我不喜欢你，像你这种人都不配我看你一眼。柳如烟愣住了，我抬头冲她笑了笑，这些话你不记得了吗？这是你15岁那年所拒绝我的话。柳如烟，我喜欢过你，不过不是现在，我现在不喜欢你了，请你别再打扰我。我一个不知名的阿猫阿狗的确不配喜欢你。柳如烟走了，是被张盼盼拖出了房间，她也不反抗，就那么愣愣地看着我。我始终表情淡淡，甚至有些暗爽，喜欢上多年前辱骂过的阿猫阿狗。柳如烟这人真有意思，我忍不住低声笑了起来。张盼盼靠在门背定定地看我，此时她已酒醒，突然就张口道：汪汪汪，张盼盼你发什么疯？张盼盼走近我，整个人靠在我怀里，接着道：喵喵喵，张盼盼你是不是有病？张盼盼委屈地蹭蹭我的脖颈，你不是什么阿猫阿狗，如果你是，那我也是，我们这样超相配的。我低头看着胸前毛茸茸的黑发，心里突然有些触动，我轻咳2声，起来。张盼盼得寸进尺，扒着我的腰，撒娇道：我不起，我不起。我揉了揉张盼盼的黑色秀发，声音略微不自在：不起是不想睡了吗？张盼盼猛地抬头看我，眼神灼热，跟狼似的。我起，现在就睡。当晚我挠了她后背一夜，和她脸上的伤倒是有些相得益彰。是的，我和张盼盼在一起了，我还是抵不过心里的悸动。在从海滩过后的某一个夜晚，她各种威胁我给她名分时，我松口了。张盼盼乐得在朋友圈广而告之我们的恋情。柳如烟再一次找来了，还撞见了我和张盼盼拥吻。柳如烟眼眶泛红，语带嫉妒以及挑拨。我打，你不会和他走到最后的，他家里人不会让她嫁给一个家世不匹配的男人。我还没有反应，张盼盼当着他的面又吻了吻我的唇，他开口冷笑：我和你按部就班继承家业不一样，我可以自立自主，我的人生我自己决定。是的，所以我愿意给张盼盼一次机会，也给自己一次机会。最后柳如烟走的时候很是落寞。张盼盼跟我说，由于柳如烟天天和狐朋狗友喝酒玩耍，惹得他爷爷很是不满，预备取消他的继承人身份，转而培养他那未成年弟弟。看来柳如烟的日子以后有得熬了，让我一起恭喜他。当晚我和张盼盼抵死缠绵，情到浓时，一个冰凉的金属套进了我的无名指。张盼盼难耐地喘着气说：我打，我们结婚吧。我闭上眼，艰难地点头，轻声应了声好。天光乍破，我愿与你共白首。